Agaw pansin ang misteryosong bagay na ito na nakikitang lumilipad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篇报道来自 GMA 的新闻频道。报道中称，2023年1月1日，菲律宾空中管制中心的系统突然失灵，它导致当日几十架次的航班延误或改降其他机场。而导致这次事故的主要原因，很可能是接下来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物体。从这篇报道中的影片，我们可以看到，目击者在机场附近的上空拍摄到了一只如同飞艇般的神秘物体。据目击者讲述，这家伙在这里的上空悬停了大约有40-50分钟之久。据这些目击者讲述，虽然他们并不确定这个物体会是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它绝对不会是一艘飞艇，因为他们都看到了这个物体几乎就像是透明般的那样存在。而且据不少从事航空业界的专业人士说明，机场附近是不允许未经许可的飞行器靠近这里的，因为这会直接影响到航班的起降。也有人推断，当时在空管中心的雷达上，他们可能并看不到它的存在，所以才会导致它突然被目击者观察到，而机场方面也只能紧急关闭。据报道中称，这并不是这处机场第一次发生这样类似的事件，早在10几天前，也就是2022年12月18日时，机场也曾因为安全原因被突然暂停起降。至今为止，菲律宾官方仍旧未对此次占用给出任何说明。27. Inside the new Talbot pub in West Bromwich, things are all getting a little bit spooky. 接下来这段影片来自英国的一家名为 Express Star 的新闻网站。画面中，记者正在讲述2013年1月发生在英格兰伯明翰一家名为辛塔尔伯特酒吧的一件奇怪的事情。当天凌晨3点左右，这家酒吧在结束营业后，酒吧老板开始了对这里的清扫工作。在他清理完吧台附近的杯子时，他想起来刚刚他在接听完一通电话后，将自己的手机放在了餐桌前的一条长沙发上。当他去找手机时，却发现手机已经不见了。而这一切就发生在距离酒吧老板 AJ 不到3米远的地方。他不敢相信，在早已关门的这间小酒吧内，他会找不到自己的手机。于是他四处寻找，但都没有找到。之后，他调取了当时酒吧内的监控录像，画面显示，当时他的确是将手机跟笔电，还有报纸等物品留在了这条长沙发上。当他反复播放这段由监控器拍摄到的影片时，他发现了一件诡异的事情：他的手机就像是被一只手突然间抓走了那样。但从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桌子下面并没有人，而且他也在这张桌子跟长凳前仔细的寻找过，也都没有发现自己的手机。但其他的物品仍旧在这条沙发上。对此 AJ 感到了困惑不已，他不知道应该如何解释当晚他的这一遭遇。而在这篇报道中，记者似乎也并没有就此事件给出明确的说明。26. 2022年12月19日，纽约邮报播出了这样一篇奇怪的报道：52岁的当地居民汉娜跟丈夫戴弗罗维特早上6点30分左右，在诺丁汉郡的克伦伯公园散步时，他们无意中发现了一些令两人感到恐惧的东西。据报道中称，罗维特夫妇每日清晨都会驾车带着自己的狗狗来到这里散步。当时最先下车的是这家的女主人汉娜，她的丈夫在停好车后准备打开车门将狗狗带下车。当汉娜在看到这诡异的一幕后，她立即喊自己的丈夫从车里拿出了手电筒以及手机进行拍摄。可是此时那个烟雾状的物体已经从他们不远处的树林窜出。当时罗维特使用手机的连拍功能只拍摄到了10几张他经过这条步道时的相片，随后他便快速地消失在了另一侧的森林里。罗维特夫妇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据汉娜讲述，这一幕让他们感到了不寒而栗。起初，他在最先发现这个奇怪的物体时，汉娜只是以为有人也带着自己的狗狗在这里散步。可他在发现汉娜一家后，他却从原本趴着的姿态突然站立了起来。汉娜察觉到了，那可能并不是一只狗，于是她立即喊来了自己的丈夫。由于当时天色较暗，他们只看到了一个如同烟雾般的奇怪物体在步道旁的森林里用4肢爬行。报道中称，这已经并不是克伦伯公园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情了。早在10几年前，这里就流传着一个关于灰女人的传说。
据目击者讲述，那个如同幽灵般的人物经常以一身灰色的长袍出现在此，甚至这样的目击事件有几十起之多。但这些目击者似乎都没有留下影像证据，所以我们也很难判定他的真伪。在罗维特夫妇接受采访时，他们表示，虽然当时两人感到非常的害怕，但同时他们也亲眼看到了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东西。此前，罗维特夫妇一直是无神论者，他们认为所谓的超自然现象以及宗教的崇拜都是无稽之谈，但在此之后，这似乎彻底地改变了他们的信仰。25. 这段来自某处医院监控器拍摄到的影片，是由 Lucy Trevelyan 在2021年4月时所分享的。据 Lucy 讲述，这是真实发生在她工作的这家医院内的一件离奇的事情。当天凌晨5点左右，坐在病房外咨询台后的 Lucy 跟她的同事以及一位清洁工人，他们同时看到了发生在病房前的这一幕。当时坐在咨询台后的 Lucy 正跟她的同事谈论着一些工作，此时同事突然看向她的身后，并提示这处病房前出现的异常。从这段监视录影中，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窗帘开始了抖动，这诡异的一幕立即引起了几人的注意，他们纷纷看向这处病房。在当晚的这处离奇的遭遇后， Lucy 跟同事检查了这处病房的四周。据 Lucy 讲述，在他们检查过后，发现这里附近却并没有通风口又或是窗户。而对于当晚 Lucy 的这一遭遇，不少观众则认为医院是大多数人离开这个世界的地方，所以这里存在着某些离奇的灵异事件也不足为奇。那么对于 Lucy 此次的遭遇，你是如何看待的呢？24. 监控设备的录影通常都是一些奇怪影片的常见来源，而在很多这类型的影片里出现的内容也似乎都与现实背道而驰。但随着这种设备在我们生活中的普及，平时我们不太注意到的事情好像也变得有趣了起来。它就像是接下来我们即将看到的这段影片那样。从这段影片里，我们可以看到，似乎是一名母亲正带着2个孩子从这里经过时的画面。但忽然间，这名走在他们后面的孩子却不知何种原因突然停下了脚步，他就像是被人定格在了那里那样，呆呆地站在道路的中心位置。但最奇怪的是，有观众注意到，这个孩子似乎是在行走的过程中突然变成了这个样子。从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一条腿正迈向前方，一只手臂高高的举起。然而当这个孩子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时，他附近树木投下来的影子却还在不停地摇晃着。这似乎就证明了这段影片可能并不是监控设备出现的故障。那么你认为刚刚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23. 下面这段影片是由一位名叫 Elva Gonzalez 的 YT 用户所分享的。据分享者讲述，当天他在这家刺青店工作时，似乎遭遇到了一些奇怪的事情。起初，他只是以为自己产生了幻觉，但当他查看监视器录影时，才发现这可能并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样简单。Everything was going smooth, and I felt something brush my leg. I don't know what it was. I felt it right there. I looked down. I put my hand around, like, what the hell was that? I moved the pillow, and I thought I saw something. And then I'm like, what the hell was that? Gonzalez 说，他在工作时似乎感觉到这张刺青肠以下方有什么东西触碰到了他的腿。I don't know what it was. I felt it right there. I looked down. I put my hand around. 可是当他低头检查时，下面却什么都没有。And I thought I saw something. And then I'm like, what the hell was that? And I looked around like, did anybody else see that? Then I looked in there, I reached in there, and I saw an actual hand. 但是当我们调慢后播放，
你可以看到，就像是一只手掌一样的东西出现在了这个洞口处。根据 Gonzalez 的说法，他认为当时这里一定是发生了某些超自然现象，因为除此之外，他无法解释那只突然消失了的手臂。And then I'm like, what the hell was that? 22。接下来您即将看到的这段影片是发生在印尼共和国独立77周年典礼上的一幕，时间是2022年8月17日。当时几位同学正在演讲台上大声朗读着他们的开国宪法，但转播时的画面却出现了这样诡异的一幕。这段影片出自印尼一家名为 TV One News 的新闻频道，同时它也是印尼国内最大的一家电视台。从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仪式上一个奇怪的人物正从不远处的这棵树木前探头向外张望，他似乎正在偷偷地观看着这场典礼。而最奇怪的是他诡异的这身装扮与肤色，很多印尼观众发现，他当时穿着的就像是一套二战时期的军服，特别是他戴着的这顶帽子。对此，就有不少观众认为，或许在这次庆典上，他们的确拍摄到了一些灵异现象的发生。很可能他就是二战时阵亡的一名老兵，或许此时他还不知道，这里早已经在他的同胞们的力争之下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国家。但也有观众留言表示，这个人物看上去就像是一名普通的老者，只是他的肤色有些奇怪而已，很可能他就只是一位来观看庆典的普通民众。但如此庄重的场合，似乎也不应该出现这样奇怪的一幕。那么对此你认为呢？21。接下来的这段奇怪的影片，它是由安装在加利福尼亚州恩西尼塔斯海滩上的一处网络摄像机所拍摄的。目前为止，可以通过一家名为 Skyline Webcams 的网站来实时观看这处海滩上的现况。先让我们来看一段2020年5月7日的夜间这里拍摄到的影片。它的拍摄时间是在夜间10点30分左右。在这里的水面上，你可以看到一个闪烁着的光点，从水中出现，然后逐渐地升到了空中。它在这里的上空盘旋了一段时间后，便彻底地从画面中消失了。这一幕是由一位名叫 Carmen Pans 的 FB 用户所发现的。据帕恩斯讲述，他之所以会查看这处海滩的景象，是因为他们一家打算等疫情结束之后到那里去游玩。但奇怪的是，当他再次查看这台网络摄影机拍摄的影片时，这台设备却被关闭了，而且它保存的历史录影也被删除了。有趣的是，我们可以在网络上找到很多发生在加利福尼亚附近海滩的幽浮目击事件，像是这起发生在2004年众所周知的尼米兹事件，这是美国海军的一架军机飞越加利福尼亚海滩附近时拍摄的。这是2019年美国国防部公布的几段影片，它展示了他们的军机在这处海滩附近遭遇到的神秘飞行器。由于它们的移动速度非常的快，以至于在很多情况下，飞机上的雷达都无法锁定这些物体。在这段官方公布的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就像影片开始时出现的相同景象那样，飞行员紧紧地跟在这个神秘的物体的后方。他利用先进的影像设备进行拍摄，但在不久之后，这个神秘的飞行物却突然地落入了海中。Yeah, we have pretty much sustained wind topside, gust of 40. What was splashed? Mark bearing range. 那么发生在加利福尼亚海滩附近的目击事件为什么如此之多呢？对此就有不少的幽浮爱好者猜测，这里一定是存在着一处深藏于水下的外星秘密基地，或许他们正在密切地关注着我们的一举一动。20。
这段影片是由 Reddit 用户 WhatLimiting 分享的。从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应该是一处住家外院子的监视器拍摄到的影像。此时这只狗狗似乎正在翻找着什么，但接下来发生的这一幕可能会让你感到难以置信。看上去，这只狗狗就像是变成了一只光球，飞向了空中那样。那么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只狗狗又怎么会突然消失的？对此，有观众猜测，或许这台设备真的拍摄到了一只宠物的灵魂游荡在此的画面。也有观众说道，这可能是监控设备出现的故障。那么，如果它是设备出现的故障的话，这只狗狗怎么会突然变成了另一种形态，消失在了那里的呢？19。这是一段由 TikTok 用户 DuckTail0 分享的影片，分享者并没有就这段影片给出过多的说明，但看上去它似乎是由某处大型的仓库内的监视器所拍摄的。先让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发生了什么。在这段影片的开始时，我们可以看到这名工作人员身后的货物突然向他的方向移动了过来。这名男子及时躲闪，他才从这处狭窄的过道内避开。当他还未搞清楚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时候，他身后货架上的这些货物却倾斜而下。但也就在此时，他却就像是被某种神秘的力量推倒并脱离了这里那样。在另一台监视器的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它被直直地拖行了很远，直到消失在了这台监控器的拍摄范围。那么，这会是一场真正的灵异目击事件吗？或许很多观众在看过这段影片后，首先想到的是，这一定是一段伪造的影片，因为看上去这都是一些这类影片惯用的把戏，而且这似乎也不难做到。虽然如此，但却有观众给出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这可能是船舱内发生的一幕。由于货船在行驶时的晃动，造成了货物的倒塌跟移动。听起来，他的这一说法似乎可以更好地解释上面我们看到的这一切。但奇怪的是，如果这是一处货船内的场景，那为什么他们并没有在起航前去固定这些货物呢？18。如果你认为某些极为恐怖的事情只会出现在电影作品中，那么或许你就错了，因为有些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真实发生的事情，可能要比那些影视作品更为可怕。2018年12月26日，越南一家名为 Suara 的新闻网站播出了这样一篇报道：位于越南老街当地的一名6岁女童，近些天来总是抱怨自己的脸部、口鼻腔附近出现了一些不明原因的疼痛，有些时候疼痛甚至让她无法入睡。于是她的家人只能带她来到了当地的一家综合诊所就诊。让我们看一下医生在她的鼻腔里到底找到了什么。Chịu khó tí nhá. Bác lấy nhá, bác lấy nhá, bác lấy nhá. Bác lấy nhá, đây này, con nấc, đây là con nấc rất to này, khả năng là vào khoảng 1 tháng rồi, cái này nấc to đến thế này. Eo ơi, eo ơi, eo ơi, sợ. 根据报道中称，这个生物可能已经在他的鼻腔里存在了几十天之久了。但庆幸的是，在进一步的检查中，孩子的身体却并没有受到严重的影响。而这只看起来像是水蛭一样的生物，医生却对它并不了解。目前他还不能确定这家伙是否属于寄生虫的一种。Sau đừng uống nước suối nữa nhá. 17。接下来的这段影片绝对会让你感到匪夷所思，它是由 FB 用户 Jermaine Lovery 所分享的。影片中发生的这一幕，再一次的被不少观众称之为是平行世界中出现的错误。或许在你看过后，也会有同样的感觉。We've been talking about the glitches in the Matrix, where things are. If you've seen the Matrix, then you know. Now check this out. You see that?
此时，一只松鼠突然出现在了道路的中间。这时，影片的分享者疑惑地问道：“你看清松鼠是从哪里出现的吗？” Then you know. Now check this out. You see that? Did you see that? You want to? Where did the squirrel come from? 这段奇怪的影片被不少网友纷纷转载。与此同时，它也引起了大家的众多猜测。分享者杰梅因将这一事件定义为是矩阵故障。他也曾在 FB 上暗示我们，只不过是生活在一个虚拟的空间中罢了。而他的这一发现似乎就是最好的证据。然而，当我们在多次的回放这段影片后，产生了这样一种猜测：这很可能只是一种简单的视觉错误，导致我们出现了这样的错觉。例如，此时的这条道路上可能存在着一个凹陷的坑洞，而这只小松鼠刚好就躲藏在这里面。所以才给我们造成了这种从无到有的错觉。Then you know. Now check this out. You see that? Did you see that? You want to? Where did the squirrel come from? Tell me where it came from. Let's slow it down. 16. 2022年12月24日 ，Reddit 用户 CCC747 在他们家里的监控器上发现了这样一段异常的录影。录像显示，他拍摄的时间是在这日凌晨1点左右。此时，一团奇怪的烟雾正缓慢地出现，并向着分享者家中飘去，这让人看过后不免感到有些诡异。在分享者将这段影片发布到 Reddit 上时，他并没有给出自己的猜测，因为分享者解释到这样或许会引起家人不必要的恐慌。他希望能通过网友们的帮助，找出这种奇怪的现象是怎样形成的。当晚他家院子里的监控器是在侦测到活动讯息后才开始自己录制的。对此，不少观众认为，不管这团烟雾是如何形成的，它足以触发这台监视器的录影功能。也有观众认为，这团烟雾看上去非常像是地下管道泄漏喷出的蒸汽，但如果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它并不是从其他地方飘过来的，而更像是突然间从地面上产生的那样。那么你认为呢？又或者你可能会知道这种现象是如何形成的。15. 这是来自美国国家航空航天总署国际空间站直播中出现的一段影片，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次那些细心的观众又在这里面发现了什么。一个奇怪的不明物体进入了摄影机的视野，它似乎正从画面的右侧缓慢地向前移动。此时，你可能只是以为那就是一颗普通的星体，但接下来所发生的这一幕可能会让你改变刚刚的这一想法。就当它运行到画面的正中心位置时，这家伙却突然地停了下来，然后它改变了自己的运行方向，直直地向上飞去。紧接着，它便以更快的速度驶出了这台相机的拍摄范围。那么对此 ，NASA 方面是如何解释的呢？他们认为出现在画面中的这个家伙很可能是一些太空垃圾，又或是被我们遗弃的卫星。然而，从这次目击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该物体曾多次地改变了它自己的运行轨迹。从这段影片中，我们可以明显地发现，它在离开时似乎正在加速。显然，这一点是那些太空垃圾又或是卫星无法做到的。
14. 关于镜子的恐怖传说，相信不少人都有听说过，例如有镜子破掉会带来厄运等。虽然这些谣传听上去好像毫无根据，但在接下来的影片中出现的这面镜子，似乎却真的发生了异常。据分享者讲述，当时他正与儿子出门去丢垃圾，当他们来到走廊尽头时，这个小家伙却突然对这面镜子感到了好奇，他就像是发现了什么那样，朝着这面镜子直直地跑了过去。I was taking the trash out with my son, and he kept pointing at the mirror and waving, and I didn't know why. So I pulled the camera out, and I can't believe I caught this. That's Rowan. 此时，我们可以看到，当孩子走到这面镜子前时，他好奇地用手指着这面镜子。当他把手移开时，这里面却出现了一张模糊的人脸。起初，这让我们以为他可能只是镜子里孩子的影子。可是，当小家伙离开这面镜子之后，这个白色的影子却还在那里。对此，不少观众认为，或许这就是令孩子感到好奇，并让他走到镜子前的原因吧。13. 接下来的这段影片是由亚拉巴马州玛格丽特市的一户住家外的监视器所拍摄的。这段影片也让这位当地的居民怀疑，那些传说中的外星文明是否真的就是存在的。这次目击事件发生在2022年11月29日的晚上10点左右。先让我们从这段奇怪的影片开始看起。从这段监视器的录影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这台设备正在利用它的红外功能进行录制。此时，夜空中突然出现了2个发着亮光的奇怪物体，它们缓缓地朝向对方的方向飞去。片刻之后，这2个奇怪的发光物体便融合成为了一个更为明亮的光球，朝着画面上方飞去，直至它们消失在了这台监视器的拍摄范围之外。这段影片看上去令人感到不可思议，而且据了解，这样类似的目击事件在亚拉巴马州可能并不是唯一的一次被目击到。早在1989年2月11日时，就在当地发生过一次大规模的目击事件。当时，一位名叫泰德·奥利芬特的居民就曾用他的宝丽来相机拍摄到过这张著名的幽浮相片。根据一些资料显示，这次的幽浮事件共持续了2天之久，有50多名目击者向当地政府部门报告了他们在这里上空看到的这个明亮的圆盘状物体。据当时担任警署负责人的加马尼回忆，不少目击者描述他们看到的这个奇怪的飞行物体，似乎正在这里的高空中回收一些体积更为小巧的飞行器那样。有时候他们能看到有光点直直地向着这个家伙飞去，并消失在它的周围。由于时间过于久远，所以我们也只找到了关于这次目击事件的几张相片。虽然目前为止无法证明地外文明是否真实存在，但这次的未知飞行器目击事件却仍旧被历史记录了下来。12. 上面我们看到的这段影片是由德克萨斯州基林市的一位名叫琳达的女士所分享的。据分享者讲述，我们在监视器中看到的这处房产是他们在10几年前购买的，现在作为自己的工作室使用。一般情况下，他们会在早上7点赶到这里，在晚7点时结束一天的工作离开。但在2020年10月6日的清晨4点30分时，他却收到了这台监视器发来的提示讯息。设备在这所房子的前门廊处侦测到了某些可疑的移动物体。起初他们只是以为这是一只出现在监控器镜头前的昆虫，但当他们在多次的回放这段影片后，却发现了异常。这个物体的出现与消失几乎是在瞬间完成的，看上去非常的不可思议。在这段影片的下方，一些观众猜测，或许这是一滴滴在镜头前的雨水。他们认为这些监控设备本身就会发热，所以当这滴雨水在预热蒸发时，
就会出现上面我们看到的这一情况。但当我们仔细观察，你会发现这里的地面上似乎并没有雨水留下的痕迹，而且这台监控设备还是安装在门廊内的。而这段监控影片也成为了多年来一直困扰着他们的谜团。11几乎在大多数宗教中都认为，无论你是谁，来自哪里，又或者你过着怎样的生活，每一个人都会有精神向导的指引。有些宗教中会认为这是守护神在帮助着每一个人，有些则认为是亲属的灵体在冥冥中保护着他们。2022年12月15日，一位名叫 Whitney Allen 的单身母亲向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 Allen 还有几个月就要生产时，她突然在医院检查出胎儿出现了些不明原因的异常。此时医生认为这有可能会造成孩子在出生后的健康问题。当时她与丈夫都感到了难以置信。在这段时间里，她的丈夫一直都在安慰着她。丈夫向 Allen 保证，他们的小儿子在出生时会非常的健康。可是就在 Allen 生产的1个月前，她的丈夫却突然离世。Allen 的丈夫是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名警员。2022年4月7日这天，他在工作时被蜜蜂蛰伤，引起了严重的过敏反应，导致心脏骤停，并引起了不可逆的缺氧性脑损伤。在丈夫离世后的不久，他们的儿子 Leo 便出生了。他就像自己丈夫所说的那样，孩子非常的健康。出乎意料的好消息让 Allen 非常的高兴，这也是唯一让他感到欣慰的一件事情。可是就在2022年12月15日的这天，一些令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再次发生了。这天深夜，小儿子 Leo 房间内的婴儿监控器拍摄到了这样诡异的一段影片。从这段监控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正在熟睡中的 Leo， 他的头上似乎出现了些异常，看上去就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那里移动那般。也有不少看过这段影片的观众认为，似乎有什么东西正在抚摸着他的头发。可是 Allen 却认为，它更像是一个四处移动的光影。据 Allen 讲述，由于这是他用手机翻拍的监控录影，所以这看上去可能并不明显。此后 Allen 跟他的母亲彻底的检查了这间婴儿房，但他们都没有找到可以造成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而且 Leo 已经7个月大了，在此期间也没有出现过这类的情况。因此这让 Allen 想到了她去世的丈夫，或许那一刻是自己的丈夫正在照看她从未谋面的小儿子。她相信是丈夫在此期间改变了孩子的命运，让 Leo 可以健康的活下来陪着自己，而她的丈夫也会像守护天使那样一直保护着他们。10接下来您即将看到的这段影片绝对是有史以来最奇怪的发现之一。它是由一位名叫克里斯的 YouTube 用户在2022年11月21日时拍摄的，地点在克里斯自家的后院。让我们先来看一下他在这里到底发现了什么。克里斯发现的这只生物似乎就像是某种体型很小的蛇类，但仔细观察，你会发现这家伙却并没有头部，取而代之的则是2片如同树叶般的皮肤在不停地开合着，看上去多少有些令人感到不适。这也就是令克里斯感到困惑的地方，他不知道这家伙会是什么，于是他将拍摄到的这段影片分享在了网络上，希望能够找到答案。据克里斯讲述，他当时并没有用手又或是其他一些东西去触碰它，因为他觉得对于某些陌生的生物最好不要去这样做，这样不仅可以保证自身不会受到这些生物的攻击，也可以防止这些生物身上携带的未知病菌对人体造成的伤害。或许克里斯的这个选择是正确的。在这段时长近3分钟的影片里，这个生物就这样缓缓移动着爬进了附近的草丛里。对此不少观众纷纷猜测，有人认为这可能是克里斯利用一条失去头部的蛇伪造的一段影片，因为这种生物在失去部分身体后仍旧可以存活一段时间。也有观众猜测，从这个生物的体型推断，它应该更像是某些我们未知的蠕虫。
于是我们在网络上对它进行了一番搜索后发现，这可能是一只名为机智的生物。机智又称天蛇或是土蛊，它属于扁形动物门涡虫纲中最原始的一种生物。它的体长一般在4至30厘米左右，喜欢生活在一些潮湿的环境中。有趣的是，这种生物具有很强的再生能力，即使是它变切成了2半，被切开的这2段身体均可以再生出它们失去的另一半，并形成2个完整的独立个体。我们很难想象，在它们漫长的进化中，这些生物是如何演变出这样的超能力的。或许这也就是大自然留给我们的一道难题吧。Number 8。2021年9月2日，一位名叫 Disclosure Now 的 IT 用户在自己的社群中分享了这样一段影片。据分享者讲述，这是他从一台安装在街道上的监控器中发现的。或许是由于一些其他的原因，分享者并没有详细的给出影片的拍摄地点。先让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从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巨大的物体正在从这台监视器的下方经过时的画面。似乎在它经过这里时，它还发出了巨大的响声。虽然这段监视器的录影中并没有音频的部分，但从街道上停放的这几台汽车，我们可以发现车内安装的警报器灯光发出的闪烁提示。对此，就有观众将这个奇怪的物体称之为巫师的斗篷。虽然我们并不知道这个物体到底会是什么，但这足以让发现这段影片的工作人员感到困惑不已，所以分享者决定将它分享在网络上，希望能够得到知情网友的解答。对此，有些观众猜测，它应该是被风吹到空中的一只深色的塑胶袋，起码从它穿过这台监视器下方时，看上去有些类似。但如果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其实路灯附近的植物似乎根本就没有被风吹动的痕迹。或许目前为止，只有这个答案可以解释影片中出现的这一幕了。Number 7。在看过接下来的这段影片之后，你会发现天空中不仅有令我们无法解释的神秘飞行物，甚至有些地方还存在着某些奇怪的天气现象。这段拍摄自叙利亚上空的影片中出现的这一幕便是如此。在影片开始时，我们可以看到拍摄者的相机对准了这里的天空，似乎他在这里发现了些什么。从背景声中，我们甚至能听到这些目击者发出的惊叹声。当拍摄者将画面放大时，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天空就像是出现了水面的涟漪那样，层层叠叠的在这些云朵前方摆动。而这里的天空中，其他一些地方却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也使得很多观众猜测，或许某些国家早已掌握了可以控制天气的技术武器。这就像是几十年前美国军方进行的一项名为 HARP 的高频主动式极光研究项目那样。虽然这段影片看上去让人感到有些惊讶，但在没有更多的证据出现之前，或许这一切也只能是作为一种猜测而已。Я не знаю, что это такое. Аллаху Акбар. Пусть кто-нибудь объяснит, если не ангелы, что это такое? Много-много ангелов, братья, рядами. Number 6。这是我们在推特上发现的一段奇怪的影片，它的分享者并没有就此给出过多的说明，但从画面中我们可以大概看出，它是某所医院内的监控器所拍摄的。影片的分享者在注意到这段监控器的录影出现异常后，他用自己的手机将它拍摄了下来。
在这段影片开始后不久，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如同烟雾般的透明白影突然出现在了这几张病床前的位置。他先是走进了这间半敞开的病房前后，又立即地走了出来。紧接着，他看上去就像是消失了那般。但几位当时正在查看这段监视录像的工作人员却发现，原来他还一直站在这张病床的外面。看过这段影片的不少观众将他称之为是一个透明的探访者，当然也有不少人认为，或许这只是从监控器前飞过的昆虫而已。由于他们在近距离飞过监控器的镜头前时，设备无法完成聚焦，所以才产生了这样的情况。但却有观众对于这种猜测给出了质疑。他们发现，当他进入这间临时病房后，他的部分身体却被这扇窗帘挡住了。或许他可能根本就不是一只从镜头前飞过的昆虫。那么对此，你认为呢？Number 5。接下来的这段影片是由犹他州盐湖城的几位居民在晚饭后开车去往商超的路上时拍摄的，而也就在此时，夜空中似乎却出现了些异常。此时的天空还没有完全变暗，这里大部分天空的颜色呈深蓝色，这也使得这几个光球格外的显眼。起初在分享者刚刚开始拍摄时，它们看上去就像是几个发光的圆球，但随着它们的移动，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家伙都拖着一条长长的发着亮光的尾巴。What are those? I have no idea. It's so cool. That's And insane. they're turning directions. I know. It's like control or something. Yeah. Oh my god. 有些时候，它们似乎还在呈不规则的螺旋状旋转。据分享者讲述，他当时驾车沿着这条道路直直地行驶了约有4分钟之久，随后便转向了另一个街区。他们并没有停下来继续拍摄，所以他们也不清楚天空中的这几个光球是何时消失的。对此，就有观众回复道，这3个光球看上去并不像是无人机，而更像是一些正在燃烧着的物体，因为他们认为无人机的灯光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可是这却又不像是流星坠落时出现的景象。那么，你认为这次目击事件中出现的这些光球会是什么？ It's like control or something? Yeah. Oh my god. They move like Number 4。这段影片是一篇来自 Univision Noticias 新闻频道2019年7月的报道。此时，影片中的这名救生员正在接受记者的采访，但这却并不是影片中存在的最诡异的地方。注意看接下来即将发生的这一幕。此时，我们可以看到这名男子的身后似乎出现了一个透明般的物体，它正从泳池的上方缓缓地飘过，看上去非常的不可思议。虽然在这段影片的下方，很多观众都纷纷留言询问影片中出现的这个透明般的物体是什么，但他们似乎却从未得到过这家电视台的回复。Number 3。这是近日由 Instagram 用户 UFOYF 分享的一段影片。看过这段影片的不少观众，对于出现在高空云层中的这个奇怪的物体感到了困惑。在这段影片的开始时，我们可以看到躲藏在云朵里的这个神秘的飞行器。仔细观察，它就像是一只发着亮光的小光球那般。据分享者讲述，这是2016年9月28日发生在法国图卢兹上空的一幕。虽然此次目击事件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了，但该神秘的物体仍旧一直困惑着不少当地的居民，特别是它在消失时的这一幕。就在这个物体逐渐消失时，它附近的云朵也开始了快速的消散，就像是蒸发了那般。随后，这条带状的云朵中间便出现了一大块缺口。看上去，这显然不可能是一只气象气球可以做到的。对此，不少观众推测，该物体或许真的是一架来自外星文明的飞行器。
他们认为，在很多目击事件中，这些物体的周围都会存在着一些如同热能正在散发时的景象，而这一现象的出现，很可能是该物体在大气中快速的移动时，它与空气间的摩擦造成的。当然，热量也会将云层中的水分蒸发，所以才产生了刚刚的这一幕。Number 2。2015年1月，智利广播电视台在当天的新闻直播中插播了这样一篇报道：一位名叫 Cecilia Carrasco 的南美裔女士，在离开圣地亚哥一处律师事务所的接待处时，被人故意推倒，这导致她头部受到重创，被紧急送往医院治疗。当记者从医院里找到这名受害者时，她已经在医院里躺了近1周的时间了。记者告诉 Cecilia 她可能不是被人推倒的，可是她当时却并不相信记者所说的，因为事发的时候，她能明显感觉到有一双手用力地推在了她的胸前。于是记者才给她看了这段当时的监控器录影。当 Cecilia 在看到这一幕后，她却被吓坏了，因为她摔倒时附近根本就没有人。据记者在医生那里了解到，她头部的伤势也的确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造成的，因为人在有戒备的情况下摔倒时，头部是会微微抬起的，这是一种身体无意识的自我保护行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条件反射。当我们再次观看这段影片的时候， Cecilia 在摔倒之前，她的确没有走动，而是站在咨询处外，看着这名小女孩跟接待员讲话。那么她到底是如何摔倒的？至今 Cecilia 跟她的家人在看到这段影片时，他们仍旧会感到匪夷所思。 Cecilia 说道，这将可能是她永远无法解开的一个噩梦。在我们开始最后一段影片之前，请别忘记点击订阅按钮以及开启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了。牛津城堡是位于英格兰牛津郡市的一座中世纪古堡，现在我们已经很难考证它的具体建造时间了。在历史上，它也曾多次遭遇过毁坏，后来它的所有者又在原有的基础上修建了今天我们看到的样子。据史料记载，牛津城堡的大部分建筑在英国内战时被毁坏得最为严重，保存至今的也只剩下它的部分而已。18世纪中叶，这些残余的建筑又被临时改建为监狱，直到1996年，监狱才被正式关闭。在2000年时，这里不仅被评为英国最古老的建筑之一，它也成为了英国的1级保护建筑。但我们这次却并不是来向大家讲述它的历史的。它像大多数这样的古老建筑那样，在历史上都曾流传出过很多的灵异传闻，特别是它的这处已有近1000年历史的地下室。据说这里也是整个古堡灵异事件出现最多的地方。2018年 Inside Edition 联合新闻频道就曾对这里做出过一系列详细的报道。他们采访了包括巨石强森的私人教练在内的众多目击者，甚至在这些目击者拍摄的影片中，他们还找到了一些或许可以佐证这里的确存在着某些灵异现象的证据。上面我们看到的这段影片来自这位名叫托尼·福格森的私人教练。当时福格森只是在路过这处黑暗的房间时随意拍摄的，而在拍摄时他也没有发现有人在这里面。报道中称，这处看似窗户的地方其实是一条狭窄的隧道，它的用途现已无法得知，但如果一个成人躲藏在这里面，似乎非常的困难。而这也并不是游客们第一次在这栋城堡内拍摄到这诡异的一幕了。2022年11月19日时，一位游客也拍摄到了这样相同的一段影片。据分享者讲述，这是他在监狱下方的地下室内拍摄到的。从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张白色的人脸同样出现在了地下室的一处狭窄的隧道内。而对游客们这一系列诡异的发现，牛津城堡的管理方却并没有做出任何解释，或许他们也无法回答影片中出现的这些到底是什么。而这座近1000年历史的古堡仍旧每天接待着数不清的游客，或许他也在利用这种方式向我们讲述着曾经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吧。